盛文出了事儿，圣武跑了路，不见了踪影。但钱还是要给的，大家都姓林嘛。国有国法，族有族规。我们今天开宗堂，我们三房的林胜文触犯了家训族规，我们得处置他。回叔，别回叔，是我的错，我弟弟小，不懂事儿，是我管理不当。三位长辈德高望重，看在这个份上饶他一回吧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！求我！你弟弟给村上人抹了黑，就算村里能容下他，但是族训族规能容下他吗？辉叔，您说两句，您帮帮忙，辉叔。是我。我们只能按规矩办。开恩，三位长辈开恩，动手砍，花手砍，挥手砍，记得起三位长辈砍。林胜文的名字从族谱中抹去。他的女人从林家开办的工厂开除，孩子不能上林家开办的学校、幼儿园，女儿不准嫁回塔寨，村里收回他的虾塘、承包地，3天之内。林胜文搬出塔寨，永世不得回来。你这是断了他的活路啊！他活不了了，辉叔。小玲，辉叔啊，给谁打电话呢？陈科，我最好的朋友。陈科的男朋友姓宋，是一名缉毒警，被另一名缉毒警叫李飞的开枪打死。盛文被他们害死了，害得圣武回不了家，离他们远点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。
天天和妞妞怎么样？天天跟妞妞，我妈跟我妹那儿待着呢。别想太多了。上午，早晚会回来的。会说。林胜文的死，刑侦大队的结论是什么？自杀。为此我找过马局长。马局长怎么说呀？马局长对刑侦大队的结果也有意见，但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去证明林胜文是他杀，所以只能认定自杀这个结果。所以，一切也都只是你的推测，没有证据。林胜文刚死没多久，宋阳就出事了，没有意外，全都是安排。你现在给我讲证据，太冷血了吧？哎，你这样的情绪没有任何的意义呀。那什么有意义？事实。说说宋阳怎么死的吧。在5月13日这天早上，宋阳接到一封信。啊哦，谢谢。信封里是包兴寄来的几张裸照，跟他要10万块钱。什么裸照？包兴和陈科在一起的裸照。照片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宋阳说他撕了。包兴是谁？是大学同学。那个时候，他追过我，我没有答应。毕业之后还纠缠过一阵儿，然后就没有联系了。那张照片你看了吗？宋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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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去，没意义。我得让他知道，你是不可以被冒犯的。这就是我和宋阳见的最后一面。我劝过宋阳，让他也不要离。为了还陈科一个清白，宋阳去找到了包兴。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圈套。等我到达养鸡场的时候，发现宋阳的车里是空的。于是我进入养鸡场，
发现了被绑起来的宋阳和蔡启超。这时我遭到了3个犯罪嫌疑人的伏击。我被蔡杰打晕，枪声惊醒了我。我目睹了蔡杰杀害蔡启超和宋阳。和你打斗的这3个人，是他们吗？不是，我认识蔡杰，扫毒的时候我亲自抓过他，剩下2个不认识。昨天你说，宋阳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就意识到那是一个圈套。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去？他跟我说过最后一句话，就是队里有南井村出来的。南井村出来的人，具体指的是谁？蔡永强。你怀疑这个圈套跟蔡永强有关？我跟宋阳前脚刚出事，蔡永强后脚立刻就到养鸡场。放下枪！我在医院一醒过来就遭到刺杀，杀手刺杀失败跑掉后，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的还是蔡永强。李飞，不要动！蔡永强，你怀疑我？啊 ！DNA 鉴定报告证明，这半块砖头上的血迹跟蔡杰的 DNA 标本相符。根据尸检报告，蔡杰的额头上遭受过锐器打击，并且留下了三角形的凹陷性粉碎性骨折。我们在窗口内也找到了砖屑，这就可以证实蔡杰被枪击前确实遭受到过砖块的打击。是，蔡杰的脖子和左右胳膊上都发现了青紫色淤伤，皮下也有出血斑，这证明蔡杰在死前确实与人发生过扭打。同样，我们在李飞的胳膊上也发现了类似的淤伤和皮下出血，这一切都与李飞的表述相吻合。还有，我们在蔡杰和其中一名死者的手套上发现了消化纤维素的残留，而在宋阳和另外一名死者身上却没有发现。这证明除了李飞之外，蔡杰和其中一名死者使用过枪支，蔡杰还戴有白手套。如果是在养鸡场工作的话，那没必要戴白手套吧？你说的这一切，并不能完全排除李飞的嫌疑。假设李飞跟蔡启荣、蔡启超不是同伙，也不能完全否定李飞和包兴是同伙。包兴现在下落不明，从李飞的证词来看，现场没有包兴。你和蔡杰的关系怎么样？哪个蔡杰？还有哪个蔡杰？513案的蔡杰。哦，他因为贩毒被我们抓过，后来取保候审了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蔡永强是蔡启超没出五服的堂兄弟，被我打死那个蔡杰。当年抓进来的时候，就扬言认识我老大，暗示要蔡永强办我。前不久蔡杰结婚，蔡永强毫不避嫌的就去了。你参加过他的婚礼？是，我去了，因为他在我儿子的书包里塞了2万块钱，
在他的婚礼上，我必须原封不动的还给他。那他塞过几次钱给你？什么时候塞的？次数太多了，记不清了。那么多次你都没要？你能证明我要了吗？蔡永强，注意态度。那你和蔡启荣、蔡启超兄弟是亲戚吗？东山就这么大，往上3辈儿谁跟谁都是亲戚，不能因为亲戚里出了个毒贩，就株连九族吧。李飞，你说的这些都是你和宋阳对蔡永强的怀疑和猜测，并不能证明蔡永强和蔡姐有事实勾结。我想问一句，养鸡场发现毒品了吗？发现了，40公斤冰毒。40公斤，1条命。李飞，你要为今天你所有说的话负责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陈哥，你弟弟的案子清楚了，他是被冤枉的。你父母被人骗到外地，也已经接回来了。来这儿。李飞呢？李飞还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。我想见他，看在宋阳的份上。陈科呀，我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，但是李飞现在还不可以见任何人，这是纪律。是不是找到包兴，就能找到杀害宋阳的凶手？他很关键。包兴有一个女朋友，叫杨柳，以前也是我的同学，在中山。陈科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你知道啊，我们和毒贩之间，他们的当中有我们的线人。
那么我们的队伍当中不可避免有他们的耳目。包兴之所以抓不到，那么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，所以我想得到你的帮助。一定有重要的事情瞒着我们没讲。你是指他为什么这么笃定地怀疑蔡永强？哼，这小子从小主意就正。他跟崔振江说他有证据，问了半天，到现在全是猜测，半句证据都没有。我还记得刚开始询问时他的状态。李飞，据说你手里有蔡永强勾结毒贩的证据。先说说林胜文的案子吧。他很有把握和条理，从一开始他就是牵着我们走的。照理说我们是513专案组，但他却从林胜文的案子开始说起。故意的，就让他按自己的想法说吧。大哥，别杀我！大哥，放过我吧！大哥，我没有把你的事跟赵家良说啊！我相信你的话，我会给你个痛快的。大哥，我对你这么忠诚，你放过我吧，大哥！大哥，我感谢你对我的忠诚。大哥，大哥。老板，货已经顺利收到，非常安全。你放心，今天晚上这批货流入市场，我会让整个欧洲都知道 ，Made in China 就是品质的保证。怎么样？
我的饥饿疗法还有用吧？当然有用了，断货半个月，利润增加了10%，你说能不好用吗？下一回等交易完了之后，你过来一趟，我带你好好享受享受。OK。大哥，上签了。上香。朱老板，东山又送货来了，昨天到的。你怎么知道是昨天到的？他们断货快半个月了，之前还找不到货，今天开始你要多少都能给。你确定是东山的货吗？错不了，我刚刚试，纯度和品质一如既往的好。你确定？放心了，我的鼻子比尿液检测还准。哎，知不知道是哪个港口进的？大陆、香港的库存，不是到马赛，就是勒阿弗尔。喂，你那边进行的怎么样？快几个月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着接你的货。我就惨了，那天刚跟供货方结束，警察就来了，船黄了。有消息再通知你了。赵老板，你现在玩我？没有货，你跟我交易个屁啊！朱老板，我已经了解清楚，知道法国市场的供货方是谁了。我想取代他。你不想独占法国的市场吗？混蛋！你想好了再说了。伟民，昨天法国方面又从国内进了一批货，你能不能动用关系，让法国警方查一下？昨天进入马赛和勒夫尔港的中国货轮，有没有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？有些难度，需要时间呢。那你帮我查一下，大约在28到30天之前，从深圳港、汕头港、中山港还有湛江港4大港口前往法国的马赛和勒弗尔的国内货轮号，有没有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？30天前，没错，4月15号到19号之间，越快越好。好吧，我抓紧办。李飞怎么样？他很安全。513案和林胜文的案子有关系吗？有。说具体。李飞，你刚才这么肯定地说这2个案子有关系，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，你就白当警察这么多年了。都说完了，真没有了。
请开门吧。聊聊啊，聊了好几天了，还聊什么？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？没有了。你从小就撒不了谎，这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包厢找到了，快了。你让我去找包厢吧。你觉得这样可能吗？菲菲呀，我现在是以个人的名义跟你说话。宋阳的死不是你的错。我现在告诉你的是，自责没有用。宋阳死在我面前，你把我当嫌疑人关在这儿，现在告诉我自责没用，你凭什么？你说凭什么？你说凭什么？就凭我吃的盐比你多，上过的战场比你多，见过的鲜血比你多，你的妈妈也是我的战友，就凭这个。你的妈妈也死在了我的面前。在找到包兴，洗清我的嫌疑之前，我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。菲菲呀，如果你不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，我真的没法帮你。李局，我们决定换一个切入点，看看能不能从李飞和蔡永强的关系上找到一个突破口。唉，这强扭的瓜不甜，硬气不是办法。李飞既然不愿意说，那就先让他说，他喜欢说的。你对李飞这个人怎么看？李飞刚进禁毒大队的时候，我对他印象不错，热情很高，干劲足。为了办一个案子，可以几天几夜都不睡觉，这是好事儿。禁毒大队需要这样的新鲜血液和动力，但有的人就不这么认为了。能说具体一点吗？意见最大的就是带他的师傅，也是他的搭档周凯。因为那个时候周凯刚刚新婚不久，所以就是一个在蜜月期里的小伙子和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小伙子，他们两个搭档，这么能打，会有什么反应呢？飞扬组合，两人就能把塔摘闯。不过周凯是个好的缉毒警，年纪轻轻很有见地，关键的时刻也敢往上冲，是个靠得住的人。这么说，
是李飞的问题大一点了。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讲。处理不好，优点也会变成缺点。把脾气拿出来是本能，把脾气压下去是本事。我说的是同事之间的交往。你的意思是，李飞处理人际关系不大好，有缺陷。你跟马云波局长的关系是生死之交。是。马云波这个副局长本来应该是蔡永强的。你想说什么？听说你和蔡永强的矛盾由来已久。马局长刚来的时候，我就向他反映过蔡三毛的案子，因此得罪了全大队的人，肯定也得罪了蔡永强。蔡三毛的案子，这个案子和本案有什么关系？去年，在马局到任前，东山的禁毒形势暗流涌动，宗亲之间互相勾结，直到马局到任，形势才有了改观。蔡三毛这个案子就是个例子。我们的一位同志怀疑蔡三毛是个制毒分子，暗中操作了1个多月。蔡三毛却在春节看戏的时候被大冯的人打死，理由是因为争夺一个座位。这事儿你跟马局说的？从事禁毒工作这么多年，全队都知道。听到的最你们在门口说话的时候，周凯听见了。明明是杀人灭口，却说成是为了争夺一个座位发生了口角，从而造成了死亡。你们各位都是从警多年，你们相信这个理由吗？蔡三毛的父亲，也就是三房的房头，没有埋葬他的儿子，而是把蔡三毛的尸体拉到了凶手的家里，摆在了院子的中央，而凶手却逍遥法外，只有两房的房头在争执不休，不服输赢。这件事，去年闹的是纷纷扬扬啊。正当这起群起事件马上就要发生的时候，怎么办？心急如焚的村主任竟然找到了我们禁毒大队，要求我们禁毒大队帮助解决这起停尸案。这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。请注意我的用词，要求。在中国，要求这个词多用于上级对待下级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可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，我们禁毒队的领导居然还真去了，不但去了，还自己花钱买了烟，请几位房头到祠堂开会，而这荒唐的会居然开了1个多月，直到涉案的房头答应各自妥协，才把蔡三毛的尸体掩埋，而丧葬费由我们东山市公安局和田溪镇支付，太荒唐了。马云波局长刚刚上任，他要立威，我能理解。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他来东山是要当局长的，结果屈居副职。他一心想要干出成绩来，尽快的证明自己。马云波局长刚刚上任，他要立威，我能理解。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他来东山是要当局长的，结果屈居副职。他一心想要干出成绩来，尽快的证明自己。蔡三毛一案是你侦办的吗？是，我和周凯，当时我们俩是搭档。有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蔡三毛制毒？有线索，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。我向蔡永强要求过对蔡三毛上技侦手段监听他的手机，但是被他拒绝了。为此我跟他发生过争执。
后来还是把蔡三毛给抓了。但是没过2天，蔡永强就又把他给放了。所以你心里有情绪。是个正常人都会有情绪。我请问各位，公安局是做什么的？公安局不是民政局，更不是慈善机构，它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的任务是预防和打击犯罪。马局，我能解释一下吗？讲。杀害蔡三毛的凶手在去年6月就被缉拿归案了。据他供述，塘头村的大房和三房的矛盾与积怨由来已久，因为宅基地的问题，这2房在2年内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械斗，共13次。为了给三房一点颜色看，大房的人就诬陷给三房房头的儿子蔡三毛，说他制毒。我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宗族矛盾，我理解没错吧？蔡永强，你可以拍着胸脯告诉我，蔡三毛就是死于一起偶然的激情犯罪吗？东山的这些毒贩太嚣张，太猖狂，目无国法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我马云波今天就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东山之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，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难辞其咎，你蔡永强难辞其咎。马云波一上任就当着所有干警的面前点你的名，你是觉得委屈还是气愤？我必须承认，他说的有道理。那你会因为李飞跟马云波的关系对他另眼相看，或者说特殊照顾吗？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？那关于蔡三毛的案子，你还有什么解释？当时我们做了1个多月的工作，把一场随时可能发生械斗的事件平息下来了。最后凶手缉拿归案，罪名是过失杀人，判刑3年，缓刑2年。这是你在禁毒大队的本职工作吗？在基层，有时候稳定是压倒一切的。基层公安局更多的工作是解决矛盾，能解决矛盾就是水平，这也是许多东山老百姓评价干部能力的标准。不管他怎么狡辩，他、周凯、陈自立就是蔡三毛的保护伞。你说的理由我能理解，但是有点勉强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最重要的一点，蔡三毛是我们秘密发展的线人。当时我们确实怀疑塘头村有团伙在进行秘密制毒，但是一直没有证据，所以就发展蔡三毛成我们的线人。蔡三毛也答应了。这件事情在禁毒大队，甚至整个东山公安局，只有我、陈自立、周凯3个人知道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李飞擅自行动，以贩毒罪名把蔡三毛抓了个现行，搞得我们措手不及。后来作为补救，我们找了个借口把蔡三毛给放了。可就在半个月之后，也就是春节看大戏的时候，蔡三毛被大房蔡大全当场打死了。我们没有任何塘头村制毒的证据，所以蔡三毛的命案搞得我们很被动。我能感觉到，也就是从那之后，李飞对我有成见了。所以从蔡三毛的案子开始，你对蔡永强就有了成见。其实也不是，
早在马局到任之前，我跟蔡永强就有些摩擦，但都是对事不对人的。直到马局在禁毒大队的动员大会上，把我对他说的蔡三毛担子说出来之后，我就被队里的人彻底孤立了。他们觉得我是告密者，对我冷嘲热讽，这就是东山人的性格。他们平时再有分歧，只要一受到外界威胁，立马抱团，一致对外。在你们禁毒大队里面，东山籍的警员占多大比例？80%以上吧，但是因为工作特殊性，局里会调一些外地警员，陈自立就是部队专业的，但是东山人已经占了绝大多数了。马局在那场谈话之后，就开展了一场为期3个月的扫毒行动。那次扫毒的成果有目共睹。自从马局到东山之后，东山和龙平地区毒品份额连年下降。戴了2年的全国重点整治毒品地区的帽子也摘了。李飞，李飞，没事吧？杨柳，陈科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？包兴在吗？我跟他分手已经有1年了。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喝吧。谢谢。你怎么不去找他姐？你的地址就是他姐给我的。你找包兴干什么呀？他 P 了一张裸照，发给我男朋友，要挟他。他能干得出来？这个包兴，非得害得所有人都家破人亡啊！李小丽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打架，没打赢。等你长大了，长成什么样？想成您这样的。坐下。在你的眼睛里面，
东叔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所有人都尊敬你，怕你。你了解东叔吗？你知道东叔在做的事情都是什么事情？别的我不管，反正只要能成为您，我做什么都行。我告诉你，小丽，其实东叔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也被人家瞧不起，被人家欺负，今天被人打了。别去恨那些打你的人，你得想一想，为什么你自己不够强大，明白吗？怎样才能变得强大？先跟东叔做事情。肖医生，高烧39度6，伤口还有炎症，另外血糖和血压都有些偏高。那现在怎么治？病人需要好好休息，尤其是充足的睡眠。好，谢谢你，肖医生。马上就毕业了，准备去什么地方？还没想好。前几天省厅情报中心的主任找过我，点名要你，有兴趣吗？您说呢？这是你自己的事，我不会干涉你。您说，你为什么干了这么多年缉毒啊？跟你说句实话吧，缉毒上瘾，是吗？不过这些年，我最引以为傲的，我一直认为，只有最机智、最勇敢、最坚定、最执着的警察，才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。您觉得我怎么样？你说呢？我觉得我就是您说的那种有瘾的警察。
我不该跟你反驳。什么都别说，好好休息啊。别说，陈科他那儿可能会有线索。知道。保护好他。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杨柳，你这是喝了多少啊？你干嘛呀？你别这么紧张。脱了鞋，好好睡。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别拿你现在这种眼神看我。钱没有什么干净不干净的。你别喝了，松开，松开！你不要喝了。陈科，跟我说说你和你男朋友呗，啊？找错人毁你一生啊！你看我，就找了包兴这么一个吸毒犯。你先起来，找个小心，找个好人。坐好了啊！找个好人。是。先把药喝了。啊？拿好。拿好。嗯？这谁的电话？这是包兴长期买毒品的那个毒贩电话。啊？杨柳，谢谢你。你干嘛呀？自己去。你要不把我带上，你能被他们玩死，你信吗？喂，陈江，你要的4月15号至4月19号之间，那4大港口
发往法国马赛区的国内货轮号和相关公司的材料，我都发到你的手机上了啊。收到了，收到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啊？正在询问当中，有什么新情况，我会第一时间向你通报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喂，贾亮，4月17号，有一艘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从深圳港出发，运了一批电子零部件到法国马赛。相关资料我已经发到你的手机上了。明白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刘浩宇是法国市场的供应商。我想切断他，等刘浩宇直接来找我。那这样，我们才能够摸到东山。好，一定保持通讯的畅通，有任何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好，谢谢。什么情况？救人！哦，怎么了？唐同学，哎呦，哎，把伤口捂好啊！你快，小心小心，台阶，小心台阶。幸亏送来的早，要不然就没命了。谢谢，谢谢你。还要补交2700块。医生，我刚才付钱了。不够啊，他的手术难度远远超过我的想象。医生，能不能？我身上只有这些钱，剩下的钱我分期还给你，行不行？分期给我，
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这个您放心，我原来是东山中学的老师，我还得过省里优秀人民教师的称号。就你呀，啊？林老师，真是您啊！我昨晚就觉得像您，可没敢认。啊，我是东山中学毕业的，我曾经是您的学生啊。你认错人了。其实我其实不是老师，我胡说的。就是。哼。陈医生，你能跟我出来一下吗？医生，林老师，你等我一下。你等一下。你能帮一下我老师吗？真是你老师？真是我老师，你扣我工资也可以。怎么会这样？帮一下他吧。行吧。谢谢你，陈医生。这样吧，剩下的手术费呢，我们全免了。这都看在小李的面子上。他呢，你尽快弄走，警察会来查的。谢谢你，我马上带他走。处理一下。能走吗？忍一忍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喂，是香仔哥吗？我是，你哪位？啊，我是小东北的朋友。你的电话就是他给我的。你有什么事儿？啊，我是包鑫的女朋友，我有急事儿找他。小东北说包鑫经常从你那儿拿货，让我问问你。哎，对了，他还欠我钱呢，要是到手的话，咱俩一人一半啊。喂，喂，香仔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柳。但是你千万别跟包鑫说，他要是知道了就不出来了。行，你先别挂，等我一下。哎，为什么要等？肯定找小东北他们去查我身份去了，这帮人精着呢。喂。哎，香仔哥。今晚10点，在中堂吧后门，就你一个人来啊，带上1000块钱。好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哦，我看一下时间。这个包鑫是谁呀？没见过。可有人说前天在这儿见过他，你再仔细看看。仔细看了，真的不认识。警官，你说我这儿是一酒楼，人进进出出的这么多，就算他来过，我也不认识啊。哎，是不是你们的人搞错了？那你多留意一下，如果有什么消息，马上与我们联系。一定一定。哎，警官，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？不该问的少问。警官，这都到饭点了，哎，在这将就一会儿吧。不了。山哥，警察怎么来了？没事，找人。山哥跟条子关系铁着呢，是吧，山哥？随便点啊，8折。哎，谢谢山哥。哎呀，
随便点啊。哎呀，湘仔，你说这包子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？闭嘴！小点声。现在少提包子的事儿，条子正通缉他呢。 来，你们俩跟我进里头去。什么事啊，山哥？跟我进去。嘿嘿。来，进。坐。哎呀。 湘仔，你们说那个包子是谁啊？你朋友？包兴吧？哟，山哥你也认识他呀？跟哥说实话，你们是不是很熟？也谈不上熟，认识而已。他现在到底在哪儿？不知道啊。 不知道，你们摊上事儿了都不知道。看看，前2天啊，在东山南井村的北山上，有一个毒窝，让警察给端了。关键要命的是，死了一个警察，估计跟他有关系。包子敢杀警察？这我不知道啊。你们想好了，要是不说，我就给刚才来的那俩警察打电话，检举揭发你们，你们进局子里说去啊！别逗了，山哥，知道你跟警察关系好。你哪个眼睛看出我跟警察关系好啊？山哥，上回我看见你跟一条子在一块儿，旁边人喊他叫陈大队，是不是？你还讹大队呢你？不错。不说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啊！别，上，有话咱好好说。那行啊，说吧，他在哪儿？ 今天是513专案组和联合调查组第一次开会啊，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。云波啊，你先把林胜文的案子介绍一下。林胜文。 林胜文被取保候审，我当时不知道，我在广州开会，是由罗旭局长签的字。后来李飞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，我马上就查了相关的申请报告和局里的手续。如果天平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临床鉴定符合事实的话，那么林胜文被取保候审，在原则上，局里没有任何问题。 李飞说，林胜文并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。法医的鉴定报告上也说，林胜文的尸体上有伤痕。林胜武说，当天下午他接林胜文离开禁毒大队后，拉他到郊外狠狠地揍了一顿。当时有目击证人的。
法医鉴定科的同事也没有在林胜文的驻地发现他杀的痕迹。更何况，林胜文自杀时，林宗辉以及林胜武、林胜文的老婆就在楼下。要是他杀，除非他们都是共犯。